华为 Mate X6 使用了几天时间，今天的视频我会从手感、卫星、性能、影像以及折叠屏下的鸿蒙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款产品的体验和理解。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说手感啊，目前这应该是折叠屏中的顶级手感了。厚度方面呢，感觉已经是极限了。镜头部分，因为这次有一个很大的增强啊，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屏放在桌面上的时候它更翘了。但是哪怕是镜头增强变大，电池增加，重量反倒是比前代轻了4克。相比于 Mate X5 几个改变的细节，我快速过一下。第一，外屏边框缩窄了，屏占比提升。第二，镀膜提升了，反光率更低，沉浸感更强。第三，折痕变得更窄，但是更明显了一些。和三星相比呢，折痕是更宽一点的啊，就是比三星更浅一些。三星因为一直没有镀膜，所以说抗反光性能比较弱。第四，铰链转动的质感继续提升。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铰链工艺不是那么好，那么舒适的，就是当我去旋转这个屏幕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有一个明显的回弹。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华为 Mate X6 向下弯折，我手停到哪儿，这个屏幕就停到哪儿，不同的角度，应该是已经和三星非常接近了。如果非常严格的对比的话呢，我认为华为的阻尼感反馈还是要弱一点，但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几乎是可以划等号了。第5个改变，侧边按键的位置又向上挪了一点点啊，还是位置有一点高啊。第6个改变，铰链的稳定度，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三星能够稳定悬停的最大锐角和最大钝角。华为呢，可以，这些都很轻松。华为因为它的镜头比较重嘛，所以说它的挑战要比三星更强一些。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希望？再低一点，我觉得已经比较接近极限了啊。我们再往下低一点，还好，还在悬停。再来一点点呢，不行了。展开时候最大钝角能到多少度啊？很轻松。好了，挑战正式开始。再次强调，华为的镜头比较重啊，它的挑战难度要更大。我觉得这个已经感觉到比较极限了。我们再来一点点啊。还可以，再来一点点啊。基本上刚才的那个角度就是它在展开折叠时候最大的一个角度。总体来说，我认为 Mate X6 啊，目前的铰链质感应该是我使用过所有折叠屏里前2的存在了。细节上呢，它和三星应该是互有胜负。关于外观部分，我的总结啊，折叠屏正在以一种反传统的方式获得用户的关注。2片屏幕拼合在一起的外观和主流更轻更薄背道而驰的这种厚度，反而成为了这个系列最强的辨识元素。虽然说重量呢都是250克左右，但是 Mate X6 它的重量分配要更合理，就是你竖向握持的时候不会给小拇指带来太大的压力。后盖材质的选择呢，我依然还是更推荐素皮多一些吧。一个是更防滑，另一个就是它的冬天啊手感上会更温暖一些，不会像锦鲜那样那么凉。如果你玩游戏更多的话呢，那么你可以选择锦鲜，因为散热会更好一些。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我们快速过一下卫星啊。其实大部分环节呢和 Mate 70的那个差不多。Mate X6 的标准版只配备了北斗卫星，典藏版呢则是北斗加天通。天通卫星连接速度依然是非常快啊。我们开启，然后它需要先旋转搜星。看到了吗？大概是从对准卫星到连接成功，大概是6秒钟左右吧。然后现在信号是3格也同样支持这一次全新的天通卫星的寻呼模式。这里边有一个细节是我在 Mate 70视频里忽略掉的，就是这一次天通卫星它的接收角度增加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侧是北斗卫星，它的信号接收角度只有30度，而右侧 Mate X6 它的天通卫星信号接收角度则是60度。而且当我展开折叠屏之后，它的接收范围达到120度，也就是说折叠屏在展开和折叠的状态下，对于卫星信号的接收还是有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在野外有紧急情况，那么记得把屏幕展开啊。另外，发布会上这次还提到了有一个低轨卫星通信，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应该是之后华为会单独再发一个版本支持。目前这个典藏版呢，它在硬件上就只支持2种卫星。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我们聊一聊性能啊。在此前呢，折叠屏我其实很少聊性能，因为这个产品形态它本来就不是用来释放性能的，因为它太薄了，对不对？发热和散热都很难实现。去年华为那个 Mate X5，它原神极限画质跑图49度啊，偶尔能达到50度，而且你看那个帧率图啊，它那个最低帧的时候就只有10几帧、20几帧，就这个游戏根本就没有办法玩，就没有测的意义。但是转折来了啊，这次 X6
无论是发热还是散热，都支棱起来了。我给大家看一下 Mate X6 的帧率图，60帧磕磕绊绊坚持了5分钟，然后就降低到了50帧。但是随后的25分钟几乎都是以50帧满帧完成了测试，而且温度最高控制在了42.9度，就是比前代降低了整整7度。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这次华为在散热上把芯片和射频芯片，就那个信号那个芯片，分布在了左右2块屏幕上。就你真要是遇到有用5G 网络去打游戏，或者说你边用5G 去视频通话，然后同时去打游戏，那么这个热量呢会有效的分散在两边。至于玩王者荣耀这种游戏，那这个 Mate X6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帧率能控制的非常稳定。还给大家测试了录制4K 60帧视频20分钟，大家可以看一下发热情况的对比啊。这个位置我发现啊，虽然说 X5 它的发热更大，但是耗电反而比 X6 更少，这是为什么呢？我后来对比了一下，就是同样一段4K 规格的视频 ，X5 它的那个视频体积是3.4GB，而 X6 它的视频体积是7.2GB， 也就是说 X6 它的视频信息容量增加了整整1倍还要多，同时播放 1080P 在线视频加弹幕7小时。Mate X5 耗电51%， Mate X6 耗电37%。我自己体验完这次 X6 它的性能部分，我觉得相较于 X5 啊，我能想到的4个字就是不留情面啊。但是还是跟大家强调，就 X6 它依然不适合玩大型游戏啊，它这种性能提升是对前代的性能提升啊。如果和同级别的这种直板旗舰游戏性能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的。今天视频的第4部分，来说说这次好评度极高的红枫镜头。在上一期 Mate 70视频的评论区，我看到有观众留言说，哎呀，红枫镜头它不就是调整一个白平衡吗？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白平衡呢只是红枫镜头它的一部分，其实最核心的解决的还是华为长久以来 RYYB 偏色的情况。那么我又带着小手机风尘仆仆的来到了环球影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视频的对比，大家看一下建筑物和天空的这种色彩表现，这可不是白平衡的差异啊。我们再看一下这种植物色彩的表现，再看看同样的砖墙纹理，也看看这个板凳上的木纹，看一下入门的时候这个小黄人海报对于黄色的表现，右边的 X6这个颜色相当准，这不是白平衡的问题。X6 对于绿色的还原，我认为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就跟那个 Mate 70系列差不多。这一段我们看一看哈利波特魔杖背后那个皮革那个垫子的纹理，能看到吗？这件毛衣 X5 也是出现了颜色上的偏差，这个大家注意，它不是白平衡的差别。我对比一下前2天我用 iPhone 拍摄的这件同款毛衣 ，iPhone 这个毛衣它是这个衣服原本的颜色，就是在不打光的情况下，白光的情况下这个衣服的颜色。除了色彩环节，我再对比一下暗光画质啊。地面砖纹，哇，这个差距有多大？大家一目了然了，对不对？再看一下这段植物色彩和细节的还原，就是有一种色彩自己会说话的感觉。长焦暗光的画质差别更是巨大，大家可以看一下 X5 的长焦在暗光下，它处于时而能打开这个镜头，时而打不开，打不开的时候就只能用主镜头顶上裁切。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的对比呢，是长焦在打开的场景下对比。那么我相信很多同学就很关心一个点啊，那 Mate X6 和 Mate 70 Pro 加相比，它们的影像表现如何呢？因为我们看纸面参数上，两者几乎相同，只有长焦X6 的光圈小了一些，对不对？其他都一样啊。在我的实际测试当中呢，两者表现非常接近了。如果你要较真儿说的话 ，X6 还是要弱一些，就是它出现色彩不准的情况呢，要比 Mate 70 Pro 加出现的更多一些。比如说这张暗光场景 ，X6 的这个画面你会发现有这种颜色在飘，有一点像宇宙在为你闪烁的这种感觉。而相比之下 ，Mate 70 Pro 加就会更加稳定。以上我提到这些情况啊，其实 Mate 70 Pro 加也会出现，但是频率就会更低。另外呢，对于暗光下的这种光源表现 ，X6 也出现了和70系列类似的问题，还需要调整，还需要优化。总体来说啊 ，X6 的影像表现绝对是把华为折叠屏的影像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已经评测过 Mate 70系列了，明明对红枫影像已经有一个心理预期了，但在使用X6 去拍照的过程中，还是会暗自感慨。大家现在看到这段画面呢，是 Mate X6 去对比三星的 Z Fold 6，防抖效果上两者其实表现的都不错，但是呢，华为的视野要比三星更窄一些，也就是裁切掉的画幅会更多一些。画面中央的这个砖墙，我肉眼观察没有三星这么暖，但是呢，要比华为暖一些。真实的颜色应该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其他场景的色彩表现都很接近。人像拍摄这段菲欧娜公主，我跟大家说啊，这段华为色彩非常准，这个小姐姐肤色真的就是这么白。而且
当时的色温就是这种表现。我擦亮双眼对比了好久，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场景，华为的人像色温和人眼观察几乎相同。这绝不是简单的调高亮度啊、调对比度、调饱和度，而是像那种喷薄而出的油画颜料一样绘制出的一张张照片。也恰好北京最近这几天天气极佳完全没有雾霾。正午时分的蓝天，临近傍晚的夕阳，以及日落时的晚霞，真的就是满足了我拍摄样张的各种场景需求。折叠屏还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像我这种一个人去环球影城玩，然后现在环球它规定不允许带自拍杆了嘛，我就可以把这个折叠屏折叠支起来，随便找一个平面就给自己拍张照片。今天视频的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折叠屏上的鸿蒙。首先我们用几款新主题来暖暖身。第一款呢叫表情盒子，华为相当于是把 Mate X6 的内屏它理解成了一个小方盒，就是通过陀螺仪实现一种接近真实世界物理运动的这种效果。它是有一个透视关系的，能看到这儿吗？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纵深的效果，它完全是模拟现实世界中的这种物理效果。我现在震动这个屏幕，大家看就像摇骰子一样，你看都摇傻了。当我给它抬起来，你会发现这些小球就都跑到屏幕上这层了。看，我再给它放下去，看到了吗？就是它是有一个纵深感的。然后当你解锁的时候，这些小球呢会自动的排列在两边。第二款主题呢依然是表情盒子这款主题有趣之处呢就在于它利用内屏的动作检测摄像头，然后可以实现人眼追踪。你会发现这些 emoji它们都会随着我的眼神移动。看到了吗？他们还会抬头，看到了吗？然后我现在往下低一点看，他们还会低头。它会通过这颗镜头，这是一个识别你人脸人眼信息的这样一枚镜头。大家经常提问说，为什么蒙娜丽莎那幅画，我在每个角度看它都好像它在凝视着我？这就是因为那个蒙娜丽莎当时绘画的时候使用了一个最新的眼球追踪科技。第三款主题呢，则是空气投篮这项运动的重要性，我相信男生更懂看很多男生婚礼紧张的时候，通过空气投篮去缓解内心的压力。当我举起右手，它就会检测出手掌，然后举起一颗篮球。这个时候，如果我检测左手，大家看，篮球就从左边出现了。它的一个检测原理呢，就是检测到你的手掌以及你手掌消失时的速度。如果我这个消失的速度很快，就代表我投篮的力度比较大。大家看会有一点点打板的这种效果。有些网友说这个功能能干嘛？我觉得这个功能就是消解时间这个小游戏的交互，我觉得它要比很多我们就玩那个一蹦一蹦的那种小游戏还有意思一点吧。第一款就是华为搞定了3轴陀螺仪的各种操作吧，后边两个呢则是得益于华为极低功耗的前置动作检测镜头，从而实现瞄一眼亮屏，追踪你的视线，监测你的隔空手势，监测后边有人偷看你的屏幕监测2维支付码等等等等，都是通过这颗前置镜头来实现的。第二个想和大家分享的功能呢是小意思语利用陀螺仪算法实现那个表情主题包，对不对？现在这个算法呢被应用在了开启 AI 的场景，就是华为把陀螺仪和麦克风结合在了一起。当用户把手机举到嘴边，你只需要轻声的说出指令，明天天气怎么样？他就直接可以问出来。比如说我再问一个百科类的问题陕西有哪些有名的小吃？它现在就开始生成这个百科问答。它其实在锁屏状态下就可以完成操作，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好，现在是在锁屏状态，对不对？今年春节是哪一天？就是理论上你其实是不需要点亮屏幕的。第三个新功能呢，则是全新的多任务页卡。Mate X6 现在可以通过同屏最多显示3个 App。好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开启同屏3个应用首先，我们向上推，向上推之后会分出左、中、右。其中左侧这个呢，就是传统的那个平行世界。中间这个呢，就是我们新的一屏3应用。我们松手，这时候开始让我们选择另外2个，比如说我现在选一个微博。现在我就可以在这2个应用之间来回进行切换，然后我是可以自由的来定制这款应用的比例的。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向上推，看，继续向上推，抖音。它不再需要说每个应用都能呈现出一个竖条这种竖向排列，即使是一个横屏的应用也可以实现一屏多任务。大家还记得华为的前不久推出的 Mate XT 3折叠？那么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我现在桌面上有几款应用，1个、2个、3个，是不是一个理论上的3折叠？而且我这3折叠呢，你看我还可以自己去任意定制每一款应用它的比例大小。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华为通过这样一个设定，从而实现了一个在空间内的拓展。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华为折叠屏到现在应该已经推出6年时间了，其中早几年的那个平行世界算是早期对大屏空间的一个探索，在那个之后展开状态下就缺少比较高效的交互形态了。直到去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小红书那个瀑布流适配算是给折叠屏带来了又一波新鲜的血液，所以华为其实希望能够继续探索应用布局的形态。我认为鸿蒙 Next 可能对于折叠屏来说是一次机会啊，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按照华为标准设计，通过华为审核的平台。那华为对于开发者就有了更强的话语权，就是一款 App 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比较慢可能比较痛苦啊，经常缺东少西，这个应用没有，那个应用没有，但是一旦这个生态形成，这个体系形成，这个标准形成，后边跑起来就会很顺了，而且可持续性也会更强。以上就是我在使用 Mate X6 的一些分享和使用思考。那今年的 Mate 双旗舰我虽然说来的晚了一些，但我认为这可能是华为从2019之后一次里程碑式的更新。去年突破 5G 更像是一个单点突破，一次对气势的提振。但是今年从芯片的完成度到拍照的洪峰洗牌，再到 AI， 再到以及软件生态的巨轮远航，智能手机现阶段4个最核心的场景都在2024年年末获得了更新。这是对普通用户的一次升级，一次在日常使用中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升级。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视频能够给大家带来有价值的参考。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